赵露思从低价网剧一路走到 S 加网剧，再到明星剧女主。你最近看过电视剧《胡同》吗？之前追过《觉醒时代》，南风也好久没看这种剧了。这一次是为了赵露思和侯明昊，放假在家看了几集，挺专业的。尤其是这种京味浓郁的古装剧，真的好几年没看了。胡同主要分为3个篇章，分别以1950年、1980年和2019年为节点，讲述了3代女性接过居委会主任接力棒，扎根基层，贡献力量的故事。她们的实力，人民群众带领人民一步步走向幸福美好的生活。主演是赵露思和侯明昊，赵露思饰演女主甜枣，典型的北京胡同少女；侯明昊饰演男主铁丹，甜枣是青梅竹马，两人主要走的是开心朋友的风格。一时间，他们似乎对爷爷奶奶的爱情故事有了一种既视感。其实，南风一开始还担心赵露思会怎么打，毕竟赵露思一直是个甜美少女，而她自己也是南方人。在北京演这么酷的女孩，确实会让人有些感慨。也是如此，自该剧首支预告片放出后，赵露思夸张的韩国演技就被人讥讽，与时俱进。比如这个与男主的摔跤戏，天造想把铁丹扔到他的肩膀上，却被他推倒在地，鼻子都在流血。赵露思表现如何？她委屈地瞪着眼睛，皱着眉头，伸出舌头舔了舔鼻血。可以说，他已经说服了很多观众转身离开。好笑吗？不，大家只是觉得满屏油腻。他不仅对观众不可爱，甚至身体不舒服。网友，他在做什么？张翰是不是被附身了？节目播出后，本以为更多的素材会扭转赵露思的名声，改变大家说光看预告片做不到的刻板印象。毕竟一开始不看节目笑得有点邋遢，结果其实南风个人认为，在剧中更多是用天造这个角色来让剧情连贯。赵露思的演技也不是没用，赵露思经常这样，她有脾气，有血，有脑，有思想，但如果随便剪一段给大家评判，总能感觉到她用力过猛的痕迹太明显了。当他说一些台词时，似乎他的毛孔在努力工作，演技不够，眼神饱满，表面上浮现出情绪和愤怒，就像一台没有情绪只能凝视的台词输出机。五官飞扬，套路的表现在古装剧中显得格格不入。南风看到很多网友骂赵露思，要求她先磨练演技再去演正剧，否则如果她毁了角色，更容易暴露她的缺点。你担心吗？我想当他看到这些负面评论时，他一定感觉很糟糕。他努力创造的角色没有得到积极的反馈，你可以想象那种窒息。更何况赵露思是在这个时期被挖出来的，记错了胡同和1921的时间。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被要求介绍胡同里的人物。赵露思，一个女孩创立的时候，她的一些变化，包括她做过的一些事情。好家伙，这句话他不仅漏掉了关键信息，还把信息量说错了。甜枣的角色背景显然是在1950年左右，是在党的关心和学习下成长起来的新人青年。粉丝表示只是口误，因为当时赵露思的作品1921正处于宣传期，集中在当时正在拍摄的胡同上。我相信网友们觉得这么关键的一条信息可能是错误的。作为公众人物，如果说错了，就应该站出来道歉。赵露思还没有动，完了，这些在剧中出演的小花们不仅暴露了自己演技的短板，也暴露了他们的文化缺失、头脑空洞、学习差。当代吃瓜群众最会欣赏哈哈哈哈。作为演员，想要走得更远，随时都得靠作品说话。南风不是第一次看到赵露思的作品，从《杀戮3000鸦》传闻中的陈芊芊，到《长歌行》中邋遢的公主李乐言，再到上一段星光灿烂，月光皎洁出海是我最美好的时光，乌鲁能淘气我还没到。温馨提醒，只在剧中。赵露思从低价网剧一路走到 S 加网剧，再到明星剧的女主。赵露思演技不行，绝对不错，否则她不可能跳得这么快，也不会有这么强的体力吸引这么多粉丝。
在粉丝眼中，赵露思激动得筋疲力尽，职业粉丝们怕是被笑醒了。谁能想到，流量滤镜在实际剧中效果不佳，太萌太油腻了，略显夸张的表情太给力了。南风觉得赵露思为什么会在这一波被这么多嘲讽，因为她刚刚被告知前脚不擅长演戏，没有文化，后脚被认证为95花第一。网友不能这样被打，哈哈哈！叛逆的心理大家都懂。粉丝炸了，路人笑了，南风真的好久没看到这一幕了。一进剧，流量过滤就失效了。赵露思也不是一个人，之前还出演过《山河之魂》和《少年时代》，结果一提到阿瑶兰，我就只能盯着她看。不管怎么看，都觉得她像个 AI， 被讥讽不少。不仅是演技与剧情脱节，在海清等成熟演员的帮助下，周烨身上有一丝想演好不拖累大家却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尤为突出。明显的，越想证明自己，就越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包括程毅最近在《底线》中饰演的周以安，不少网友也表示被同组老戏虐打。你在说什么？也就是说，面无表情，是不是面瘫？流量人为什么要参演一些正经剧？哪怕是边缘角色，收益也很明显，能飙高，能被主流认可，能拓宽观众群，还能秀出自己文化底蕴的加持。另一个好处是能够近距离学习并与优秀的演员交流，这是一件多才多艺的事情。当他们去主秀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挑战自己，这意味着他们至少对演员的道路有更清晰的了解。至少他们知道不能长期留在偶像剧中赚取红利，他们接受批评，更愿意改变，他们试图摆脱偶像的包袱，研究他们的角色，他们应该在态度上得到鼓励，在精神上得到支持。流量过滤器将被停用，但不会完全清除。比如这几天，王俊凯在目前正在上映的《回家的旅途》中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好评。撇开易烊千玺的其他事情不说，在《长津湖》中饰演的吴万里有一说一，可圈可点。还有刘昊然凭借1921获得百花最佳男配角提名。他在电影中赋予了真正的历史人物刘仁珍灵魂和肉体，而且演员阵容非常好。张艺兴在建军大业中的亮眼表现着实让人印象深刻。杨紫在长沙之战中爆发的演技，哭戏让人哭。胡湘湘看点太多，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并不是所有的流量都像剧中的老鼠屎。很多时候，流量演员的存在对一部作品的好坏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剧情好坏，流量演员有责任吗？当然有，但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交通都是糟糕的，你不能把它归咎于交通。其实只要导演能选人用人，给他们合适的角色，就能很好的诠释。演流量剧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不得不承认，剧中流量演员的存在确实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追剧。面对流水的宣传效果，估计大部分电影人也会酌情考虑使用这些流量演员，但前提是，拜托，请给我一个好基调，没有猫狗能演一种戏剧，突出角色。当然，也有部分网友在剧中看到流量会自动劝退，但也不是必须的。不管以后流量能否出现在主剧中，南风还是劝大家不要因为对流量演员的偏见而牵扯到整个剧组的努力。说实话，有些剧集、年代剧、题材作品确实不错。好的，肖战迎来31岁生日，各种数据故障仍与谭健次结下不解之缘。粉丝们通过捐赠1005或105来响应 Donation Galleon 筹款活动。有人特别回应，认为1005这个数字很重要，因为今天是肖战的生日，反映肖战的价值观和内心，让你充满爱和心痛。他的行为和态度激发了他的追随者的心灵。如果你选择模仿他，你会为自己的努力感到一点点成就感。肖战和小飞侠1005过生日，虽然贡献的数据强度不算太大，但小飞侠这次还是如约而至地送上了祝福。肖战生日数据非同凡响，互动指数可谓极限。肖战生日数据惊艳，互动指数高居榜首。肖战31岁生日前夕，很多小飞侠自发组织庆祝卡点生日。结果那天早上出生的彼得潘卡点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就吸引了超过100万的点赞。结果肖战的生日动态到凌晨时分已经突破了100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肖战的生日动态评论在热度突破100万点后的半小时24分钟内就突破了100万。这些数据的背后是肖战的巨大影响力、无限的流量潜力和丰厚的商业价值。另外，在他最初转发3分钟后，又有100万人看到了他。与其他娱乐行业的数据相比，数据增长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而彼得潘的成功，除了詹的努力，还有他自己的期待和用心。从肖战工作室的国庆数据文件中不难看出这一点。据旁人介绍，肖战工作室的数据中包含的互动次数排名第1，第2名差距很大，平均互动次数超过40万。有了这些数据，很容易发现故障。虽然他的演艺事业是最近才走红的，但他出演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部杰作。无论这个角色目前正在播出还是即将播出，都令人热切期待。这证明了他选择扮演的独特故事。肖战和谭健次的粉丝之间依然有着温馨的联系，尽管肖战是值得的，但粉丝们经常在清晨用希望的信息鼓励肖战。他们继续发送这些愿望，直到他们很早就醒来。人们从肖战生日消息的第1条评论往下滚动，表达了他们真诚的祝福和温暖。他们希望年轻的太古森能够快乐、自由、健康。32岁的艺术家谭健次和肖战的1岁生日都在同一天，这是娱乐圈从未有过的情况。帅哥同月同日现身是缘分，他们都需要被归因于比其他人更高的权利。肖战和谭健次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羁绊，由于共同的经历或生日，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是男团成员，一个是国大党，另一个是19青年团。他们擅长唱歌和跳舞，他们的演技和颜值都不错。因为肖战和谭健次从来没有在生日那天分享过消息，他们肯定是在准备些什么。两人虽然互不相干，但生日在同一天也算是一种温柔的互动。如果肖战和谭健次能够进一步合作，一定会给嘉宾带来有趣的惊喜。